学们，大家好，欢迎观看 Affordance 教学影片。在这堂课中，分为4个章节。第一章节是什么是 Affordance 及背景，第2章节为 Affordance 的方法，第3章节为实际应用与操作，第4章节 Affordance 的其他应用。在这堂课中，可以学习到 Affordance 的观念和应用在环境、产品和讯息传递上，并对社会有很大的贡献以及帮助。希望你们会喜欢。在第1章节的部分，我们在了解 Affordance 之前，先来了解一下历史背景。随着科技的进步，产品常常具备复杂的功能，越来越多的界面和按键，反而造成使用者操作不易。就产品设计而言，除了设计产品的外观以外，如何增加产品的实用性，缩短人与产品的使用隔阂，也是非常的重要。设计理念从以往的以产品为中心，已经转变为以使用者为中心，就是在每一个开发步骤中，把使用者列入考量。为了提升产品的互动性，设计师必须了解使用者与产品之间的互动，减少使用上的困难。这时就可以使用 Affordance 的概念，帮助设计师思考产品的使用环节。简单来说， Affordance 是一个物件的属性，显示用户可以采取的操作，从而建议他们如何对该物件进行互动。例如，按钮看起来好像需要转动或推动，使按钮看起来可转动或可推动的按钮的特征，形成了它的 Affordance。接下来介绍3位历史上提出 Affordance 理论重要的学者。第1位 Gibson， 在1979年提出 Affordance 理论。他试图从生态心理学的角度解释人与物之间的深层互动关系。他描述环境中物质与物种之间的对应关系，强调生物感知是直觉式的，环境中包含的价值与意义，不论对动物是否具有益处，都提供行动的条件，并暗示动物和环境的互补性。不同物种有生理条件的差异，即便是面对同一个环境，知觉到的环境特性也会不同。动物依这讯息，对周围环境采取相对应的行为反馈。Gibson 声称 Affordance 不会随着我们的目标和需求而改变，且每件事都有暗示的讯息。举生活中的例子来说，食物和水释放出实用的讯息，雷声释放令人害怕的讯息。为了能够获得这些物件释放的讯息，人们需要有使用的经验，以及应该如何使用这些物件的认知，相当依赖自身的经验、知识和文化。这个理论也用来解释使用者与产品之间的互动行为，其在产品设计所强调的直觉操作，提供使用者与产品之间的互动中新的思考方向。第2位学者 Norman 在《日常的生活》一书中，特别强调 Affordance 概念在设计上的应用。他将此概念导入平面设计、人机互动，却也并非完全建立在 Gibson 的基础之上，而是加入了大脑认知科学的主张。不论物品是否真能支援这样的互动行为，也不论这种行为关系的产生是否建立在使用者与物品本身能力与物理性质上的互补关系。他建议设计师应与设计过程中
凸显与易取的行为相关的产品属性，让使用者容易察觉，也试图解释人类如何与数以万计的物体相互作用。他并未提及过多将它应用于产品设计的具体方法，侧重于产品虚拟界面设计中的人机互动问题。Norman 将 affordance 作为一种解释行为，其中一种对象的形式与特定行为有关。从这个角度来看 ，affordance 是由物体提供的关于其预期功能的视觉线索。门把用于转动，插槽用于插入物品，球用于投掷或弹跳。对于设计而言，物件的物理形式提供暗示，让用户与这些物品产生交互作用。换句话说 ，Norman 的定义虽然看起来基于感知，但实际上是关于根据特定特征来解释功能，并将这种解释与人们希望实现的目标联系起来。比如，拿杯子，在进行这个动作之前，人们会在杯子中选择一个可以饮用的特征最为突出的。这种暗示即在执行动作之前，人们进行某种解决问题的方法。该方法允许引出和解释显著特征。然而，前面两者的理论中所强调的是直觉感知，在人机互动中已不足以完整的描述人造世界中使用者与产品界面之间的互动关系，因此对 affordance 概念有着不同的延伸诠释。第三位学者 Hudson 于2003年提出 Vertical affordance 概念，具体指能够提供有助于使用者操作的 affordance。我们将三者的理论进行比较。Gibson 强调生物感知是直觉式的，且不会随着我们的目标和需求而改变。Norman 认为物体会提供关于其预期功能的视觉线索，人们依照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进行动作，而 Hudson 提出更具体只能够提供有助于使用者操作的 affordance。从设计的角度来看 ，affordance 能够从动物与环境的对应关系，解释人们使用器物的行为，并且连结物品与人之间的互动。这种概念下，人类的行为除了受长久以来的经验、学习的影响外，同样受到物品本身的特性所影响。因此，人们与物的互动性不仅止于人类在文化或习惯规范下的行为模式，还有许多可能性。下一个章节要为大家介绍 affordance 的方法，请继续收看，谢谢大家。